美国塑造的算力神话让中国给破解了。这2年，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的打压可谓到了一个疯狂的地步。先是几次禁止英伟达高端算力芯片卖给中国，接着是将中国算力芯片企业拉入黑名单，就这还不肯罢休，准备将普通的算力芯片也禁售给中国了。再加上英伟达一直在宣传他们的芯片算力有多强，对人工智能大模型帮助有多大，在他们的配合下，美国在营造出一种科技恐慌，没有算力芯片，中国人工智能就没有未来。在这种恐慌的氛围下，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就像得了算力焦虑症一样，害怕被美国甩在身后。为了不落后太多，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只得疯狂抢购美国算力芯片，而制裁下，咱们又买不到高端芯片，只能被迫购买更多的低端芯片，然后拼凑在一起，勉强维持 AI 大模型的运转。于是，一个完美的闭环出现了：中国购买了大量的中低端算力芯片，人工智能一直落后美国，于是购买更多的中低端芯片。等美国英伟达出了更先进的算力芯片，中国再次落后。在这个闭环下，美国简直赢麻了：一是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，二是在国际上营造出美国赢得了科技战争的舆论，三是美国芯片企业真的盆满钵满。然而，这种刻意营造的算力神话被中国给戳破了。先是华为自研的升腾 AI 芯片突破了美国封锁，硬性能上虽然比不上英伟达高端芯片，但是通过硬件堆叠和软件调教，让升腾 AI 实际表现完全不输给英伟达，直接打破了英伟达中低端收割中国的局面。华为这种硬刚美国的场面太多了，这就不多说了。更神奇的是，美国硅谷营造的大模型也被中国给突围了，而且是被一群大学生碾压式反超。原本美国大模型 OpenAI 是绝对的王者，碾压中国一切大模型。它刚刚出来的时候，中国人工智能一片哀嚎，都觉得我们落后了人家10几年。但是今年，中国诞生了一款大模型，直接刷爆了美国 AI 圈，它就是 DeepSeek。这款大模型有多神奇呢？它的性能和 GPT-4o 差不多，但是它的使用成本却只有它们的1/10。更关键的是，它打破了算力焦虑。DeepSeek 有6000亿的参数量，在美国大模型里，这么大参数量起码需要上万个算力芯片，但是 DeepSeek 只需要上千个。也就是说，中国的大模型只用了1/10的算力芯片，性能就达到了同等级美国大模型的能力。这对美国营造的算力焦虑是毁灭性的打击。DeepSeek 的出现让很多人意识到，美国大模型不是神话，其他国家可以用更好的模型来打破美国的垄断，甚至打破美国那套只有高性能算力芯片才能发展人工智能的闭环。这就刺激着更多的企业研发更先进的大模型。一旦有越来越多的先进大模型出现，人工智能再也无法与高性能的芯片强行绑定了，那么美国对于中国人工智能的封锁就会彻底失败了。以前的芯片也是如此，他们一直营造芯片制程焦虑，也就是先进芯片必须依靠先进制程的理论，让我们手机企业陷入芯片制程决定一切的焦虑中，从而将芯片高价卖给中国企业，甚至为了追求制程，砸了数十亿美元研发设计、流片等等，消耗了中国企业大量的资金。但是自从华为用终端芯片造出性能优秀的 Mate 系列手机后，就没有人关心芯片制程了，而是更关注手机本身的体验。美国是一个善于讲故事、制造焦虑泡沫的资本世界。现在我们在芯片和大模型2次打破美国科技神话，那么将来就算出现再先进的技术，中国也是有底气追上，甚至反超的。或许这就是教员说的“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”。